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半脸营业，粉丝集体饥饿营销完的溜。听说关注我的都发财了，想体验躺赢人生吗？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一起走向人生巅峰。周末瘫在沙发刷微博，差点被诚意半张脸闪瞎。这哥们儿营业就营业吧，还搞邮报琵琶半遮面这套，整得跟地下党街头似的，就露个侧脸，气氛烘托到位了，神秘感拉满了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评论区4万多条评论，清一色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误入了大型复读机现场，简直大型土拨鼠尖叫。说真的，这半遮面战术有点子东西。想当年，哪个明星营业不是恨不得360度无死角展示自己，恨不得把小时候尿床的事儿都抖落出来。现在反过来了，越藏着掖着，粉丝越跟猫爪子挠似的，心痒痒。果然的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这损招损是损了点，但管用啊！老祖宗诚不欺我。饥饿营销 is。 不过话说回来，诚意这张侧脸确实能打，这棱角分明的下颌线，刀削斧凿似的，这忧郁的小眼神，跟藏了半部民国爱情剧似的，这若隐若现的嘴角弧度，撩妹于无形啊！瞬间梦回莲花楼。想当初，诚意天天霸榜热搜，一会儿是病娇美人李莲花，一会儿又是意气风发的李香怡，这角色切换比我妈翻脸还快。当时我还在想，这哥们儿不会精神分裂了吧？后来才知道，人家这叫演技。现在再看这照片，谁能想到他就是那个病歪歪，随时要挂掉的李莲花？明明就是个阳光大男孩嘛！造型师出来挨夸，这换个发型，换套衣服，堪比换头术啊！而且诚意这照片拍的也贼心机，牛仔外套那张青春活力四射，妥妥的校园男神；衬衫打领带那2张，又秒变霸道总裁，小说男主既视感。这反差萌，谁能顶得住？简直就是行走的衣架子，穿啥都好看。难怪粉丝在评论区嗷嗷叫唤，换我也得不过粉丝这控评能力也是一绝，满屏的不知道的还以为误入了什么神秘组织的暗号街头现场。这控评阵仗，我愿称之为最强，比我上个月看到的那个明星控评翻车现场强多了，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存在。也有人说诚意的帅不是那种一眼惊艳的类型，是那种第二眼帅哥，越看越有味道，属于耐看型。怎么说呢？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吧。不过诚意的可塑性是真的强，各种类型的角色都能驾驭，这在现在的流量小生中真的比较少见。想当初多少人质疑诚意只会演古装，现在看来纯属扯淡。看看这照片，这现代装帅到炸裂好吗？所以说，别老给演员贴标签，限制人家发展。说起来，诚意的走红不是偶然，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，他靠的是实力，而不是炒作。他低调、谦逊，专注于演戏，用作品说话，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到今天。这样的演员，在娱乐圈这个名利场，真的太难得了，堪称一股清流。不过诚意工作室也真是的，就放3张照片，打发叫花子呢。粉丝们都嗷嗷待哺了，能不能多放点物料？别老是饥饿营销，小心粉丝们爬墙头去找别家投喂啊！说真的，现在娱乐圈的小鲜肉，流水线生产似的，千篇一律，看得人审美疲劳。诚意不一样，他身上有种独特的少年感，不是装出来的，而是源于他内心的纯真和对表演的热爱，眼里有光，心里有火。这种少年感，在这个浮躁的娱乐圈，比大熊猫还珍贵。
程毅的成功也给其他年轻演员指了条明路，想要在娱乐圈混出头，靠的不是流量和炒作，而是实力和作品。只有用心打磨演技，才能走得更远。就像前段时间爆火的，没有顶级流量的加持，但凭借精湛的演技，依然征服了观众。这说明内容为王才是硬道理。再次喊话程毅工作室多放点物料吧，粉丝们真的等不及了。也希望程毅能继续保持初心，给我们带来更多好作品。毕竟，好演员值得被更多人看到。程毅未来可期。内娱新星引爆大马热潮。内娱新星引爆大马。在横店影视城此起彼伏的剧组灯光下，一群年轻演员正以惊人的速度改写娱乐圈版图。当燕回时在马来西亚视频平台创下播放纪录，当吉隆坡街头出现长相思、涂山璟的巨幅海报，这场始于中国影视城的造星风暴，已然掀起跨越国界的文化浪潮。破茧成蝶的逆袭之路。陈都灵在燕回时中的蜕变堪称教科书级转型，从左耳里清纯的校园女神，到如今手握多部 S 级大制作的女王，她用了10年时间完成从横店客串王道扛巨大女主的华丽转身。剧中庄含燕的复仇戏份，每个眼神都暗藏刀锋，与辛云来的对手戏更是被观众称为智商与演技的双重盛宴。马来西亚观众论坛上，超过80%的投票者认为陈都灵重新定义了古装女主。这份成功绝非偶然。在拍摄《大梦归离》遭遇滑铁卢时，她选择在横店连轴转接演7个角色，从云之羽的惊鸿一瞥到永夜星河的静妖造型，每次亮相都引发美妆博主争相模仿。正是这种近乎偏执的敬业精神，让他等来了燕回时的爆发机遇。流量与实力的完美平衡。邓为的走红轨迹则展现了新时代演员的突围智慧。长相思中涂山璟的温润如玉，与微博最喜爱人物评选第3名的700万推荐值形成奇妙呼应。马来西亚粉丝自发组织的应援活动中，他饰演角色的经典台词被翻译成马来语制成灯牌，成为跨文化传播的独特景观。面对突如其来的恋情传闻，工作室的快速反应堪称危机公关典范。中秋直播的背景分析，同款服饰的时间线比对，这些技术流辟谣方式反而圈粉无数。更难得的是，风波期间他仍在剧组打磨岳林奇迹的新角色，用行动诠释演员的生命在作品里的职业信条。厚积薄发的品质标杆。程毅的进阶之路则是稳扎稳打的代名词。从琉璃到待播的谢怀安，他始终保持着每年2至3部优质作品的产出节奏。在马来西亚电视台的专访中，当地影评人特别提到，程毅的表演有种穿越文化隔阂的力量，他的微表情处理让不同语境的观众都能产生共鸣。这种专业素养在海外市场尤其珍贵。当某部古装剧的马来语配音版引发争议时，程毅原声台词片段在社交平台疯转，观众自发发起守护演员原声运动，间接推动了中国影视出海模式的升级，文化输出的新范式。这波大马热潮背后，是新生代演员对职业道路的清醒认知。陈都灵在采访中曾说，客串7年让我学会观察每个剧组的运作逻辑，这些积累最终都会反哺到主角创作中。邓为面对流量始终保持警惕，观众今天因为颜值喜欢你，明天就会因为演技离开你。程毅则用行动证明，持续产出优质作品才是抵御行业浮沉的终极铠甲。马来西亚观众论坛上，超过65%的用户表示，他们开始通过这些演员的作品深入了解中国文化。燕回时中呈现的非一次性工艺，在吉隆坡手工艺市场催生新的文创品类。长相思带火的传统茶道，
成为当地年轻人追捧的生活方式。这种文化价值的双向流动，正是影视作品最珍贵的附加效应。当我们在槟城的夜市看到岳林奇迹角色周边，在马六甲的咖啡馆听见贵女主题曲，这些文化印记早已超越娱乐范畴。这群年轻演员用专业与热爱搭建起的，不仅是个人事业版图，更是一条贯通情感与文化的丝绸之路。或许正如某位马来西亚学者在专栏中写到的，真正的文化共鸣，从来都不是刻意传播的结果，而是优质内容自然生长的力量。